而我发现他的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灵异前线。上个礼拜真的非常的刺激，然后呢，这一周我选了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啦也非常的刺激，光进来那个气氛就不得了了。那至于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我现在就带你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的一个地方你看看，嘉里大道还有游泳池，这个有没有很夸张啊？而且这个地方其实走过来相当的阴森恐怖，即便你看我把手电筒关掉，我只打这摄影灯，你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即便我现在摄影灯打最亮，也是这么暗，陪伴我的只有外面这一盏路灯而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带大家进去这一个屋子当中。你看，天哪，多么的阴森恐怖！然后你看这户人家大厚大，早期就用这种烘衣机，还是惠而浦的。天哪！我刚刚进去放东西的时候，原来就是被这个砸到的。早期这个不便宜耶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进来这屋子看看吧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棒，我很喜欢，但现在用不到，因为我没有打火机。来，这个屋子我必须说，搞不好比我现在的家里都还要豪华你看，还有 notebook， 早期这种 notebook， 开玩笑，很贵耶。以前要买这个根本买不起，好不好 ？Andy Lau， 杜德伟，我天哪，这个是满满的回忆啊。然后你看，家里竟然还有这种东西，鱼池。然后还有这种暖炉，我可以说啦，这个房子早期用这么大台电视，非富即贵。但说到富有，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状况？至于是什么状况呢？其实就是简单讲，就是男人有钱常常会做的一些事情。但早期还用那种大下扇，天哪！然后还有这狗狗啊，没有，所以把我摄影机关掉，不要浪费电。整个有钱到不可思议，应该是宠在骄傲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，这个豪宅为什么会废弃，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。好，至于这个老宅为什么会废弃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老宅的主人老死了。据说这个主人年轻的时候花天酒地，他就很爱接近女色，然后呢，他的环境又好嘛，对不对？被许多女生骗了钱，他也无所谓，被酒家女啊等等之类的。那当然，他的老婆一开始容忍，然后呢，希望她老公改，但问题是，她老公似乎改不了他对女色的一个欲望，所以到最后，
他的家人就离他而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主人呢一开始觉得说，老婆走了，他可以更加的花心，去到处找女生。但是等到有一天他老了之后，他回到家，面对这孤零零的大宅，这感觉其实是相当的不好。然后呢，他也舍不得去动这宅里面的任何东西，因为每一样物品都是他的回忆。所以呢，他就这样子慢慢的，直到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他死在这个宅院里面。但据说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就是已经死了很久了这样子。好，那自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，这个屋子就常常出现一些怪事。至于是什么样的怪事呢？我下一节再告诉你。好，说完这边的故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还有爵士鼓，早期喜欢玩这种的，应该很受到女性的欢迎哈。其实是，然后餐桌前面还有一个，这看得出来是一个喇叭，然后再配上这个餐桌，然后在民国这个大概70年代，看起来像70年代一个装潢，就已经有开放式厨房了。真的是不得了。National， 这个不是这个是浴室变成洗衣间了，很大户而且这边东西留得非常的完善，然后厕所挂了一幅画，风看得出来家里环境以前非常的好。这间像和室，哇塞！圣斗士星矢可动式公仔，这应该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吧？我不知道也用的太漂亮了吧！就这样，人就走光光了。然后门上都有一个门帘。我觉得这些东西有一些拿去那个跳蚤市场卖的话，搞不好还很值钱。这是给小朋友学习那敲锣打鼓用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 CD 虽然我现在有很多 CD， 但这些 CD 看到真的很怀念哈。这种骇客任务，哇塞，点唱机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到2楼。这个房子真的也太夸张了，紫色招财的颜色，然后还有乐谱这个拉小提琴，哇，非富即贵，非富即贵。你不有个歌，还有日本药局放注解，这住的是医生。What the hell？
大声啊！下面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。下面有东西掉下来，声音就非常大声。好，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，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们。至于这个屋子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怪事呢？我现在就告诉大家。其实我只能说，这个屋子的主人似乎不想离去。其实就像我最近有一些去的一些地方，魔鬼大宅在寻找他老婆，还有一个在寻找他的儿子。那这一个呢，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家人，因为没有人给他送终。据说他的鬼魂就一直游荡在这个老宅中，不愿离去。好，当地的住户有透露一些资讯给我，他早期有时候会慢跑嘛，然后在外面那个马路上慢跑的时候，往这个屋子里面看，据说他还可以看到这一个老宅的主人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。但是很奇怪哦，这一个主人已经死了1-2年了，却还可以看到他站在阳台上。当下他觉得很害怕，但想一想，毕竟离得还很远，就想算了，不管他。但你知道吗？后面他跑步还是会经过这里，毕竟他是男生，胆子比较大。他又看了一次这个老宅，因为他3更半夜，然后他看老宅，他还是一样看到一个老年人在外面看阳台上面看着他，他觉得很奇怪，然后他眼神就不小心跟他对上了，就一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他两眼是发红，红色的眼珠子这样在看着他，仿佛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怨恨。那他当然就觉得不寒而栗，然后他就离去之后，就避免再经过这个屋子前做慢跑。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吗？没有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开始做梦，他梦中常会出现那个老年人用那红色的眼珠在瞪着他，但他非常的害怕，就觉得说这个屋子到底怎么回事，所以说就想说会不会是自己的那个 memory， 就那个记忆还是太深刻，忘不了，所以说就去看精神科。可是精神科看一看，药吃了，当然比较好睡。可是过一段时间，他的梦中又看到这个老人，那这次他离他更近了，一直在跟他讲些他听不懂的语言，然后他就惊醒了。最后他没有办法，跑去公庙找老师之后，老师才说，你眼神对上的时候，他知道你看得到他。所以呢，他有事想要求你。那现在我帮你把这些事情给化解掉，因为他思念之情，他思念的怨念非常的重，所以呢，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。加上这地方终年不见天日，也是让他一个很好修养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听他说，曾经有人跟我们一样跑来这个地方来做探险。最后只看到听到那一群年轻人哀嚎的跑出去。为什么？那公庙人说，他们在里面看到2个眼珠只是红色的老年人死死的瞪着他们。那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们就赶紧的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当然也是吓死了。那当然，这个屋子的传闻在这个周边就开始慢慢的传开来了，甚至到后面公庙还有人说，你们这都算轻的，有一些人来这个地方被纠缠到最后重病啊、出车祸啊等等的意外状况产生。好，那我会不会碰到不知道，但不多说了，我们把剩下的环境给看完吧。好，讲完这边的故事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刚刚那声音会不会是这边徘徊在这里的主人？
还不欢迎我的到来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《倚天屠龙记》买股票，刚刚声音好大声呢。又一个 notebook， 而且早期这样铺木地板，还有底片呢。书房再书房，天哪！浴室弄这样真的很可爱。所有东西都堆在这里了，而且还有一种很旧那种电脑，还 SARS。哇塞！好，最后一间了。打猎季节，みんなの日本語。用英文说台湾话。这主卧已经瘫到进不去了。好，刚刚有说到侧邻阳台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刚刚有说到，他常常会在阳台看着外面，但是现在的阳台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今天的环境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，先来做个 ending 吧。今天环境的部分拍摄完成了，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屋子的悲伤，但带给我悲伤的不是这个屋子，而是在这个屋子当中的故事。其实人设置头上一把刀，当然被骗钱这些，你有钱那就算了。可是你不要忘记，永远在你背后默默支持你的家人，他们也是有容忍度的。等到哪一天他们忍不住了，他们也是会选择离开。那当然，台湾很多男生也是这个样子。希望有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，你们回头看看，有家人的话，回头看看你自己的家人，再想想自己现在做的对不对。不要到最后到老的时候再来后悔哈。好，我是勾烧的启明，那接下来明天还有沟通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我发现他的